大家好，我是爱说真话的 Tiger。最近在终端市场将会有两款重磅产品问世，一款是来自 OPPO 系的一加 S2 Pro， 一款是来自小米的 Redmi K60 至尊版，它们的定位比较类似。目前这两款手机都已经有非常多的信息曝光，今天我们就来详细的对这两款手机做一个解读以及差异分析。一加 S2 Pro 将会搭载骁龙8 G2 处理器标准版，而红米 K60 至尊版则会搭载天玑9200 Plus 处理器。这两款处理器也是一对老冤家、老对手了。天玑9200 Plus 库单核跑分1925，多核跑分5230，以小米13 Ultra 为参照。骁龙8 Gen2 CPU 单核跑分2020，多核跑分5360。从实际体验来看，我个人认为还是骁龙8 Gen2 的整体表现会更好一些，毕竟骁龙8 Gen2 的装机量更多，整体系统优化也更到位一些。不过小米这边为了让大家相信它这次能够优化好天玑处理器，打破红米配天玑越用越懵逼这个魔咒，甚至专门联合联发科召开了发布会，并且立下了 MIUI 大版本更新，红米 K60 Ultra 首批更新的 flag， 这个相当于喊喊口号，具体后续的表现如何还有待观察。不过红米还多配备了一颗 X7 独显芯片，效果还是不错的，打开之后整机功耗下降非常明显，并且确实能起到稳帧的目的。总之，从 SoC 的选择上，一加更具优势，而红米 K60 Ultra 的优势则体现在多配备了一颗 X7 独显芯片，游戏上可玩性更高。屏幕方面，两款手机的差异主要集中在形态以及供应商方面。红米 K60 Ultra 采用的是来自小米御用的化星光点47发光基材，而一加 S2 Pro 搭载的则是来自 BOE 的 Q9 系列屏幕，也就是荣耀 Magic 5 Pro 那块屏。从具体参数上来看，红米 K60 至尊版在参数层面更胜一筹，拥有更高的高频 PWM 调光频规格，拥有更高的刷新率等。不过 BOE 的 Q9 系列屏幕的口碑很好，具体表现我们还是要等上市后再做对比。不过大家也不要被某些加系 KOL 所引导， Q9 系列基材的素质确实不错，但是同时 Q9 系也有高低之分，譬如售价不到3000块钱的 vivo S17 搭载的也是 Q9 屏，素质也就那样。总之，这两款手机在屏幕上最大的区别其实就是形态，大家不需要纠结于显示素质。红米 K60 Ultra 是窄边框直屏，一加 S2 Pro 是常规曲面屏，大家按需选择即可。另外提一句，这次红米 K60 Ultra 是没有塑料支架的，颜值提升不少。两款手机作为终端机，在后摄方面的差距主要体现在主摄。红米 K60 至尊版搭载的是 IMX800， 也就是小米13标准版的同款主摄， 1.49英寸，辅以喜闻乐见的800+200万像素的副摄。一加这边搭载的则是 IMX890， 同样辅以800+200万凑数副摄。从定位上来说， IMX800 的定位要高于 IMX890， 主摄面积更大一点，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优势。很多中高端机搭载的都是这颗3色。当然了，受制于定位，这两款手机的拍照大家不需要期待太多，这点差异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红米 K60 Ultra 确认搭载 IP68 级防尘防水，这也是目前终端性价比市场首款支持 IP68 级防尘防水的机器，也算是红米系的大杀器配置。至于 IP68 有什么用， Tiger 也不需要解释太多了，玩游戏手机太热了，直接用水冲一下，那感觉真的非常爽，瞬间降温。至于一加 S2 Pro 这边则为标明防水等级，大概率也是 IP53 这种生活防水等级，用来防水件问题不大，但是用水冲还是要小心点。红米 K60 Ultra 5000毫安时加120瓦快充，不支持无线充电。一加 S2 Pro 5000毫安时加150瓦快充，不支持无线充电。一加 S2 Pro 凭借150瓦的快充更胜一筹，但是这个差距基本可以忽略不计，没有太大实用意义。其他细节方面，两款手机主要的差距体现在马达上。一加 S2 Pro 将会搭载0916级超大面积的线性马达，其震感会更强烈、更干脆。如果你平常很喜欢开着震动打字，那么一加 S2 Pro 肯定更适合你。至于红米 K60 Ultra 搭载的还是常规的0809马达，和小米13一样，震动手感凑合，适合对震感没啥太大诉求的消费者选择。其他方面两款手机的差距不大，都是听筒双扬声器，都是玻璃加塑料中框。以上就是两款手机在配置上的主要差别，大家更喜欢哪款手机呢？
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，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。我们下期再见。